60岁的老太太一夜之间变回了20岁，开始了第二次奇妙又有趣的生活。她叫吴墨顺，虽然3代同堂，但关系并不像想的那么融洽。女婿是个亏钱高手，投资啥都亏，创业不过3年必破产，最后还得他这老太婆来填窟窿。至于女儿，则真正是个女强人，家里话事全由她一人说了算，毕竟她负担着大部分家用。她唯一的孙女何娜，高3不学习，只想追音乐梦。墨顺60大寿那天，她说想去参加个歌唱比赛，女儿却马上反对，那比赛不是随便能上的，去了肯定会后悔。墨顺百思不得其解，怎么会那么严重，顶多被淘汰。可女儿坚决不同意，认为电视台定会利用上演感人老人故事拉拢同情心。你是觉得妈妈很丑陋，让你无法抬头吗？本来和谐的气氛顿时冷到了冰点，气得没吃饭就冲出了门，心里盘算着即使女儿不同意，他也要参加。就在这时候，摩托车停在他身边，骑车的竟是他青梅竹马老金。他二话不说递过一个摩托帽，就给他戴上了。另一方面 F 娱乐的董事长小韩和飞利浦达成了合作协议，对方将投资他的女团，3个月后出道，原是一件双赢的好事。但其助手突然来报，女团主唱艾米丽突然失踪了，这么急怎么找人临时替补 C 位呢？与此同时，老金和墨顺来到了比赛现场，并真诚地鼓励他，这是认识他60年来最耀眼的一刻。满怀信心的墨顺一上台就看到台下的老对手金爱心，具体原因剧里没提，我猜这可能和她那失踪多年的丈夫有关。总的来说，墨顺唱得越来越没底气，最后评委直接叫停了比赛。他刚下台，金爱心忽然喃喃自语，当歌手不是想做就能做的。很明显他在点墨顺的脑袋。墨顺没搭理他，但转身走向后台时差点摔倒。原本只想证明自己不输给金爱心，没想到弄成这样，他愈想愈难过，最后忍不住哭了出来。画面切换，老金陪墨顺走回家，还没走到家门就听见女儿在责骂外孙女，原来何娜不愿意高考。得知此事的父母几乎气炸了。墨顺快步冲进屋子问发生什么事了，知道是因考大学才这样。他告诉女儿别只对孩子凶，要先了解孩子为何这么想。未料女儿一转对他，责怪他溺爱过度。女儿越说越激动，明说和妈妈住一起很压抑，埋怨小时候缺乏关心。他是靠自己学习，靠自己找工作，一步步走来才有了现在的成果。墨顺听了也火了，大声质问女儿，从出生就自己换尿布，自己长大的，对吧？女儿好坏，我来教，别再对我指手画脚。屋内一下子静得吓人，谁也没再开口。许久之后，女儿不管不顾地忙活着，如果早点分开住，或许就不会发生今天这种事了。墨顺感到一阵心寒，然后站起来离家出走。他在大街上无目的地走着，一度想到了自杀。就在那时，出租车悄悄跟踪墨顺，因为天空突然下起大雨，司机便热心地邀请他上车。值得一提，这辆出租车是个人所有。墨顺一上车不久就睡着了，等他醒来时，发现自己在一家照相馆，而且似乎是专拍一项的。既然来了，墨顺索性决定拍一张。出乎意料的是，照相馆老板和司机长得一模一样。打算自尽的他没多想，就按照老板的安排拍了照，拍了人生的最后一张照片。就在快门响起那刻，他仿佛置身一片沙滩，紧跟着一波巨浪把他拍回现实。墨顺回过神来，被镜中自己吓了一跳，曾经满是皱纹的脸突然变成了一个20岁少女的样子。他简直不敢相信眼前这一幕，狠掐自己一下，确认这不是梦，然后慌忙跑出了照相馆，站在熙熙攘攘的街上。接下来会有什么趣事发生呢？60岁的老太太与20岁的少女灵魂互换，少女一夜变老变丑，脸上还长满了老年斑，因此自卑到消失，而老太太被突然变年轻吓坏了，以为自己已经死了，小心地打量着周围的环境，觉得自己和这个世界必有一个疯了。恰好路边有些学生在等公交，一个学生上前问了她，是更像老奶奶还是年轻姑娘？孩子们听了立刻兴奋起来，有的说她像姐姐，反正没人觉得她像老奶奶。此外，发型和衣着显得有点老土，因为小胖觉得比他奶奶还显老。虽然被几个孩子取笑了一阵，但他确信了一件事，疯狂的不是墨顺，而是这个世界。不一会儿，墨顺坐车回到小区的路口，他正在头疼该如何向家人解释。这时，小店的老板娘拿着桶水冲了出来，小姐，请闪开一下。墨顺一下子就跳了出去，反应特别快，这一跳真不简单。他突然发现，多年的风湿痛神奇般消失了。被泼了一脸水的男人开始抱怨，墨顺这时才注意到他，这不是老金的儿子小金吗？毕竟他看着这孩子长大，他心想，对方应该能认出自己是阿姨的。小金昨晚喝了好多酒，他昨晚在酒吧是陪酒的，悄悄跟来，这肯定有原因，可能是对他有意思。墨顺一听，立刻火冒三丈，竟敢去勾搭跟妈妈同龄的人，气呼呼地抓起包包，决定给小金点教训。但话说回来，连多年的老邻居都没认出他，家里人看到会是什么反应？墨顺也没底，身体变得更加柔韧了，皮肤也变得如此嫩，仿佛能掐出水。难道这是上天赐给的年轻？正在这时，墨顺看到了他的女儿，心里感到异常挂念，不会连女儿都认不出来了吧？结果女儿就这么从他身边走过，连看都没看他一眼。这使墨顺感到生气，独自嘟哝，他能一眼认出即便孩子成了大人，现状无法有所作为，于是决定去照相馆找老板问个明白。靠记忆找到公交站，照相馆早已不见踪影，
连个牌匾的螺丝也没留下。还没搞清楚怎么回事，一辆出租车刚好路过，正好压爆了地上的饮料盒，河里的液体溅了他一身。另外，那个出租车司机其实是照相馆老板。毫不知情的莫顺决定买套新衣，最后被2个销售忽悠。他挑了一套很艳也显老的连衣裙，付款准备离开时，店员却叫住了他。店里有个买衣服拍照发朋友圈的活动，上传文件即可得2万韩元现金优惠。傍晚时分，莫顺正准备回家，路过一家叫皇家的酒吧，回忆忽然如潮水般涌来。他曾在这里工作，偶遇同龄的金爱心，后来经常被邀请和朋友出去玩，慢慢的喜欢上了音乐，同时也爱上了那个以为能共度一生的人。想到这里，莫顺决定进去看看。而现在的酒吧环境对他来说好陌生，灯光昏暗，人们行为开放，甚至连点杯饮料也得通过一台完全看不懂的机器。莫顺在自助点单机前徘徊良久，以至于后面的人开始不耐烦。这时，外孙女何娜突然出现，轻松帮他搞定了一切，匆匆走向后台。待莫顺想找何娜时，人已经站在舞台上，开始唱热场歌。看着台下众人随着音乐摆动，他终于明白为何外孙女不愿去大学。演出一结束，莫顺拦住何娜，表示要请她唱歌以表感激。艾米丽的位置找到了，一家服装店发布了她的照片。小韩根据位置信息迅速赶到，并从店员那儿了解了一些情况。与此同时，莫顺唱歌唱得正嗨，突然感觉肚子有点疼，他二话不说冲进厕所，但没多久，他脸红红的走了出来，因为又到了他的例假期。可是现在跟过去不一样了，不但卫生巾直接摆在便利店，连店员都是些年轻的男生，这让内心觉得自己有60岁的莫顺觉得尴尬。他勉强拿起一大包想去付款，却被突然撞到掉在地上。莫顺还没反应过来，那人就帮他捡起卫生巾还给他。原本就十分尴尬了，现在真是尴尬到不行。这人是不是有病啊？莫顺狠狠地训斥了小韩一番，本想结了账继续和外孙女唱歌，但是因为时间太晚，再加上何娜明天要备战面试，只好拒绝并打算回家了。这时小韩又挡住了莫顺，追问真的忘了自己了吗？或者是因为某种意外失忆了？莫顺觉得这个年轻人真奇怪，明明不熟却怪异得很，会不会脑子有问题？小韩也不想多说，直接拿出手机给莫顺看，屏幕上是艾米丽第一次面试唱歌的视频。艾米丽和现在的莫顺长得简直一模一样。总之，小韩向他示警，无论如何都得遵守合同，就算失忆了，也得像那个人的影子活着。然后给了一张名片，嘱咐有意向就来公司。另一方面，女儿身为了部门经理，她立刻把这好消息告诉了丈夫。两人开心的打算晚上喝点庆祝一下。不巧他们的谈话全被离家出走的母亲听见了，她误认为没她孩子们就能快乐，所以第二天一早，莫顺就去了小韩的公司。虽然他不反对按计划出道，但他还有个疑问，如果艾米丽真的回来怎么办？他不想取代或觊觎任何人的东西，就算再穷也不能偷别人的人生。艾米丽是不会回来的。你怎么知道的？因为他就在这边。归根到底，两人对假货的问题没能讨论出个所以然。就在莫顺打算离开公司时，突然撞见了一个和他60岁时一模一样的人。那接下来会有什么情况呢？让我们拭目以待。意外从花甲之年重返青春的他，在不知不觉中被一位年轻男士所吸引，心跳如初恋般加速。但他清楚自己不应有这样的念头。原来莫顺在娱乐公司遇到了一个与他年老时长得一模一样的人。然而在他还没弄清楚是怎么回事之前，就被小粉突然拉走了。紧接着女团成员们将莫顺围在天台上，他们嘲笑他的穿着老土，质问他为何不告而别。知不知道这段时间大家有多辛苦？显然没有一个团员对他的回归感到高兴。莫顺立刻意识到这些人平时没少欺负他，心想未来免不了被排挤的命运。这时大波浪警告莫顺，如果他再敢乱来，就有他好看的。在另一边，莫顺偶遇了来面试的外孙女何娜，因此两人没聊几句就匆匆告别。面试期间，何娜不仅自弹自唱了她自己创作的歌曲，还即兴表演了一段舞蹈。殊不知莫顺答应小韩回公司有一个条件，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买一送一，必须同意让何娜成为公司的练习生。那天夜里，何娜迟迟没有等到面试结果的回复，群里的小伙伴透露，通常类似的情况就意味着被淘汰了。然而聊天的内容恰好被回家的妈妈听到了，她意味深长地教育何娜，每次孩子高考失败，父母就如同被判了8个月的监禁和4000万韩元的罚款。庆幸的是女儿不用考3次，所以重新报个补习班还不晚。何娜明确表示没有重新读书的打算，况且这是她第一次面试，读书至少还能1分耕耘1分收获，而她的实力和才华在第一次面试就失败了，有什么保障呢？她也真是的，就算同样的话也没必要这么刺耳吧。再怎么说，父母看到子女难过不是应该先安慰他们才对吗？最终母女俩彻底闹翻了。与此同时，小韩决定让何娜加入女团一起出道。紧接着他邀请莫顺吃火锅，实际上是想确定一件事。先撇开一切，你老实告诉我，你是不是喜欢过我？不然你没理由这样。你是在对我表达不满吗？我们在美国的那些事全都是假的吗？在小韩满怀期待的眼神中，莫顺只好承认他听不懂洋文，也就是说忘了以前二人是什么关系了。
小韩虽然有些失落，但还是递上了签下祖孙俩的合约，并且严肃地提醒，一旦在上面签了字，不光吃饭上厕所，就连死都得等他同意才行。第二天一大早，莫顺在宿舍醒来，他发现房间里多了一张小床，猜到那是给外孙女准备的，顿时对小韩的好感增加了不少。下午在练习舞蹈的时候，助手实在是忍不了了，拽着莫顺就往外走，直接带到高档理发店，把他的方便面头改成了和奥黛丽一样的发型。还别说，焕然一新的莫顺漂亮极了，整个人也变得特别自信，走路的姿势吸引了不少异样的目光。然而他并不在意，毕竟无论是梦还是诅咒，他都享受着年轻。傍晚，莫顺走进了演播厅，一下就被正中央的麦克风吸引住了。他见四下没人，就开始唱了起来。没想到优美的歌声把小韩给吸引到了这里，于是一个人用心的弹吉他，另一个深情的演唱。殊不知发生的一切都被小韩的阿姨李爱欣看在了眼里。临分别前，小韩递过来一沓流行歌曲，里面还附带了无线耳机，叮嘱不能一味的只唱老歌，必须要练习这些。然而莫顺的心总是静不下来，时常不自主的会回想起刚刚和小韩在一起的情形，脸颊发烫的同时心也跟着砰砰乱跳，不知不觉中他似乎喜欢上了对方。第二天，公司董事长来给新人打气加油，恰好莫顺找小韩有事，他定睛一看才发现董事长竟然是老仇人李爱欣，不知道是生气还是惊讶，手机掉在了地上，然而发出的声音引起了李爱欣的注意，她也认出了眼前的女儿。